一位车手驾驶着保时捷赛车，在时速接近3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右后轮突然爆胎，赛车瞬间失控。万幸的是，这名车手看起来并无大碍，他伸手关掉引擎，解开安全带，然后拆掉方向盘，走出了驾驶舱。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次事故撞击竟让自己的味觉和嗅觉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他叫托托沃尔夫，是一名车手，也是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这是他加入梅奔前的故事。09年4月，托托沃尔夫在纽北事故后决定淡出赛道，专心自己的风险投资项目，拓展商业版图。而恰逢此时，因战绩下滑债台高筑的弗兰克·威廉姆斯找到了他。虽然外界并不看好赛车行业，但沃尔夫还是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向威廉姆斯车队注资1000万英镑，购入约10%的股份，成为了车队史上首位外国股东。而他的命运也从此彻底改变。2010年，威队成绩持续下滑，车队几大金主接连宣布撤资，不仅导致车队估值下降，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海德也想套现离场。危难之际，托托沃尔夫决定通过车队上市完成 IPO 来走出当前的困境。彼时 F1 还没有上市先例，凭借这个噱头，威队吸引到了重量级资本委内瑞拉石油的强力赞助，拉到了为期3年、总额接近1亿欧元的巨额赞助费用。而靠着委内瑞拉石油的关键背书，2011年3月2号，威廉姆斯在法兰克福顺利挂牌上市，成功募资约6000万欧元。虽全都是存量股权转让，但老股东得以平稳退出，车队也完成了商业化的转型。同时，弗兰克爵士依旧手握50%股权，牢牢掌控着车队，可谓是一举多得。经此一役，沃尔夫在围场内名声大噪，所有人都知晓了这位威队股东。曾是车手，虽技术平平，却精通商业资本，更能操盘 IPO， 让车队起死回生。其中，戴姆勒集团 CEO 迪特赛车就对这位刚满40岁的实干家格外欣赏。而此时 F1-12赛季拉开序幕，这一年6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赛场格局呈多方混战之势。赛季前4站诞生了4位不同的分站冠军，且分属4支不同车队。如果再算上路特斯，足足有5支车队有能力取得冠军。但就是在如此豪强林立的局面下，赛季第5站的分站冠军竟被威廉姆斯收入囊中。呈现了威廉姆斯的马尔多纳多，这是他们成为上市公司之后的第一个正大股民朋友拿下的一个分站冠军。现在大家赶紧去买威廉姆斯的股票。这个冠军震惊了整个 F1 世界，也深深震动了迪特赛车。当马球王在领奖台上被阿隆索、莱克宁2位世界冠军扛在肩膀上时，他突然意识到10年返回 F1 手握顶级资源与豪华阵容的梅赛德斯2-3个赛季下来，分站冠军数竟和托托沃尔夫治下预算有限的威廉姆斯打成了平手。于是在一个午后，一个电话打到了沃尔夫的手机上，而电话那头正是戴姆勒董事会核心成员赛车的左膀右臂沃尔夫冈·伯恩哈德。而这通电话的来意更是出人意料，对方竟希望他以外部视角为深陷泥潭的梅奔车队诊断困境，这让托托沃尔夫受宠若惊。要知道，伯恩哈德当时主管商用车和乘用车的采购业务，并不直接插手赛车事务，所以这通电话很明显是赛车的手艺。但车队运转失灵，大 boss 们不找车队负责人诺伯特·豪格，反而绕开所有人联系他这个威廉姆斯高管，这本身就是极不寻常的信号。更让他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赛车的授意下，伯恩哈德几乎向托托全盘告知了梅奔车队的内部运作细节。即便威队和梅奔不是直接竞争对手，但这般操作依旧有些匪夷所思。而最令奥地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在自己完成诊断给出3点核心建议后，斯图加特方面竟带回一个惊人的回复，他们希望沃尔夫本人接管这支豪门车队。用托托的原话说，他们向我咨询了一些问题，然后直接给了我一份工作。但精明的奥地利商人并没有立刻答应，他平静地回复道，我是一名企业家，在威廉姆斯还有大量投资和股份。伯恩哈德秒懂了他的意思，彼时 F1 车队市场估值3.9亿美金，股权交易估值1.76亿美金，且戴姆勒已实现对车队的100%控股。于是赛车大笔一挥，愿意直接出让40%股份，价值接近7000万美金，且未来升值空间非常巨大。可让人意外的是，这一提竟被托托主动拒绝，他坚持只要30%，而戴姆勒最终也同意了这一方案，并将多出的10%交给了车队的非执行董事奥地利传奇车手尼基劳达。外界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戴姆勒对劳达搞定汉密尔顿的认可，也有人说这是托托沃尔夫主动让出，执意要将尼基劳达深度绑定车队。在我看来，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高一些。托托深知自己擅长的是商业运营和资本运作，而尼基劳达是围场声望的天花板，有他在，不论是媒体公关、协调国际汽联还是对接赞助商，都能游刃有余，事半功倍。而一个人专心管理内部，另一个人全力对外周旋，两个人优势才能互补，实现1+1大于2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劳达的威望足以镇住队内任何一位车手。2013年1月，戴姆勒正式宣布
托托沃尔夫出任梅奔车队执行董事，并持有车队30%股份。弗兰克爵士公开表达了祝福，双方和平分手。托托沃尔夫分3批次出手微兑股份，最大限度避免了股价波动，体面离场。而托托的到来不仅帮助梅奔完成了资源与预算的战略升级，更重塑了团队文化和管理体系，从而在混动时代降临之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不过新赛季还没开始，沃尔夫便敏锐地嗅到了一丝潜藏的危机。当这位奥地利人站在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这对从小一同长大的发小组合旁边时，他猛然意识到这2人多年的友谊和默契，或许将随着混动时代的开启彻底走向终点。